如果你还在为模型参数量动辄几千亿甚至上万亿而焦虑，觉得好模型就等于烧钱烧显存，那这次Mira Murati 团队带来的 Inkling 可能要刷新你的认知了。一个近万亿参数的模型，实际运行时却只激活了它不到 5% 的参数，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？ Inkling 是一款多模态的开源权重基础模型，它由 Thinking Machines Lab 出品，背后站着大名鼎鼎的 Mira Murati 团队。它的核心目的就是提供一个高性价比、能深度微调的多模态底座，让更多人能用上大型多模态能力。Inkling 能做到近万亿参数，却只激活几百亿，这主要得益于它采用了 MOE， 也就是混合专家模型架构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由多个专科医生组成的大型医院，每次只需要根据病情挑几个最擅长的医生来会诊，而不是让所有医生都参与进来。这样既保证了知识储备的庞大，又大大节省了看病推理的成本。MOE 的稀疏化设计其实是从 Mixtro、DeepSeek MOE 一路发展过来的，这代表了 AI 模型效率提升的重要趋势。之前的混合专家模型虽然容量大，但显存开销和推理效率往往很难兼顾。Inkling 的目的就是通过更巧妙的门控逻辑，在保证多模态理解能力的同时，进一步降低推理时的计算冗余。具体到 Inkling， 它处理视觉靠的是分层补丁编码器，音频则是离散 token 化，把不同模态都映射到同一个影空间。推理时，它会通过门控网络精准路由到6个主要专家和2个共享专家，确保模型在处理复杂任务时能力不打折扣。Inkling 的训练数据量达到了惊人的45万亿 tokens， 这个量级几乎是天文数字。这意味着它见过的信息量极其庞大，为它提供了一个异常扎实的多模态基础，能理解各种复杂的数据模式。在 Terminal Bench 2.1 的测试中， Inkling 能达到和 NVIDIA Nemotron 3 Ultra 同等的性能水平，但关键在于它的 token 消耗量却减少了约 66%， 这意味着同样的任务，你用 Inkling 跑成本会低得多，效率也会高出一大截。Inkling 虽然活跃，参数是410亿，比 Google Gemma 4的310亿多一点，但 MOE 架构的9750亿总参数让它拥有了 Gemma 4无法比拟的知识广度。这意味着 Inkling 能够提供更宽泛的知识覆盖面，处理更多样化的任务，这在实际应用中非常重要。当然，高性能也意味着高门槛。Inkling 的 BF16 版本需要至少 2TB 的聚合 GPU 显存才能部署，这远超你常见的消费级显卡，它甚至比很多企业级显卡要求的显存都要大，所以它不适合在你的个人电脑或小型服务器上运行，需要更专业的硬件支持。Inkling 代表了开源模型的一个新趋势，它提供开放权重，但同时又与 Tinker 这类商业微调平台形成闭环，这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既能定制化又能享受开源红利的方案，特别适合需要深度微调来构建领域垂直模型的场景。这种模式能让企业更灵活地利用开源技术，同时获得商业服务的保障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 Inkling 采用了 Apache 2.0 开源协议，这意味着企业可以放心地将其用于商业项目，无需担心版权和合规性问题，这在欧美企业采购中无疑是一道特殊的护城河，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企业用户，有复杂的多模态理解需求，并且需要针对特定领域进行深度微调， Inkling 会是非常好的选择。但请记住，它不适合在消费级显卡上跑，最低也需要 600GB 显存的量化版硬件，这需要你提前规划好基础设施。未来 Inkling 直驱也需要继续向着更小活跃参数、更大知识容量的极端稀疏化方向演进，这是毋庸置疑的趋势。这意味着你有望在更有限的计算资源下，体验到更强大、更通用的 AI 模型，这无疑将进一步推动 AI 的普及和应用。